叶枫如同夜色中的幽灵，借助暗夜之下的掩护，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许家。他的目标清晰，不动声色地查探许家的动态。他的身形移动间毫不拖泥带水，既要避开许家的守卫，也要尽量不留下任何踪迹。然而，许家作为江城的大家族，自然有自己的防范之策。叶枫不久便觉察到空气中传来了一股微妙的动静，他立刻警觉起来。正当他停下来侦查时，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，在这样的夜晚行走，必然是有着不同寻常的目的。叶枫转身，看见一位身手不凡的许家高手正盯着他。许家高手的面孔在月光下显得淡然，许家并非无缘无故之地，若无许家之允，外人不得私自潜入。叶枫站定，面对着许家高手，他知道这一刻难以避免交手的可能，既然无法以言语表明心意，那只能用武力来证明了。许家高手点头表示理解，接着他的身影突然间膨胀，像是抓住了叶枫之势，一个翻身跃起，流风回雪，手中的长剑化为一道银线，向叶枫袭来。这招的速度快到了极致，几乎让人捉摸不清方位。叶枫不敢怠慢，全身的内力在一瞬间沸腾起来。他展开幻影步闪避，并同时反攻阳光掌，一道看不见的掌力直扑对方。许家高手感受到掌力的凌厉，不选择应接，而是以柔克刚，运用云龙转身，轻盈的旋转避开。两人的交手绵延不断，招式之间似乎都藏着风的轨迹和月的光芒。叶枫每一掌的沉稳和许家高手的每一剑的灵动都显得无比娴熟，每一次攻击都被对方巧妙化解，两人都未能占据上风。最终许家高手收剑不攻，对叶枫说：看来今晚我们难以分出高下。叶枫回收掌力，微微呼了口气，许家的剑法正如流云游龙，令人赞叹。今晚的交手在下领教了。正当两人的对决刚刚平息，许连心和他的老师走了过来。夜色中，他们的身影如同宁静夜空中突然出现的流星，给紧绷的气氛带来一丝意外的柔和。见到许连心和老师，叶枫不禁有些惊讶，他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时刻，许连心会出现在这里。他意识到自己的潜入可能已经引起了许家更多人的注意，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。叶枫瞥见许连心和老师的身影，心中一紧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复杂情况，他身形一闪，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，仅留下一缕微弱的风声。许家高手见状，眉头微挑，看着叶枫离去的方向，真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。许连心的心中充满了好奇和关切，他向许家的高手询问刚才发生了什么。许家高手抚了抚胡须，沉声回答：有人潜入许家，无疑有着目的。虽然我们之间交手了几招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并没有使用杀手锏，似乎并非来此行凶。老师紧接着问：那么你们交手了什么招式？此人的武功深浅如何？许家高手回忆道：他使用的武功很是高深，一看便知是心意合一的内家功夫。他身形轻灵，必然有深厚的内功支撑。交手中他主要用掌法，每一掌都有整肃山河之势，不过他似乎并未全力以赴。老师拍了拍许连心的肩膀：连心啊，此人的真实目的不明确，我们必须通报家主，并加强警戒。许连心点了点头，深知事态的严重性。许家高手又道：是的，我们必须小心行事，既要守护好许家的安全，也不能轻易得罪了真正有本事的人。今天之事，我会如实向家主汇报，剩下的就要看家主的决定了。在许家的内堂，家主许云天正在听取个人汇报今晚所发生的事情。许云天年迈有威严，一脸的沉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了一股寂静的压力。许家高手率先开口：家主，今晚有外人潜入，与我短暂交手，他功力深厚，却并未伤人，似乎只是来探查些什么。许云天轻轻点头，目光犀利：这个外人是谁？目的何在？许连心轻声回应：父亲，关于这位潜入者的身份，目前只有许天龙见过他，我虽有所猜测，但未能确认。许云天的眼神依旧锐利，扫视了在场的众人一眼。许家作为江城的大家族，自然要防微杜渐。许天龙，你是唯一见过此人的，来，
详细描述一下与他交手的经过以及他的特征。许天龙立刻上前一步，详细的将自己与神秘人交手的过程叙述了一遍，特别强调了对方展露出来的功力深浅以及他那辟隐的身法。此人身形极为灵动，使用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掌法，力量之大，掌风凛冽，他似乎在极力避免伤害到我们。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试探。听完许天龙的描述，许云天沉吟不语，片刻后才缓缓开口：这样看来，此人并非贸然来犯，而是另有所图。许连心，你所猜测的那个人，是否有可能是他？许连心低下头，沉思了一会儿后才回答父亲：我确实在想，是否是那位叶枫先生，但不管如何，我相信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潜入许家，必有其事。许云天微微颔首，沉声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要小心应对了。许连心，你如果有机会再见到此人，可以试着了解一下他的来意，但切记安全为重，不可冒险。至于许家的安全，从今晚开始增强巡逻，加强防御，任何人不得未经许可私闯许家。许云天的话语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心，为了家族的安全，他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。众人应声而行，表示遵命。会议结束后，许云天独自留在内堂，默默地思索着面前的棋局。他心知肚明，对于许家而言，这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。它或许预示着江城武林的风云再起。叶枫在悄然离开许家后，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静坐下来，仔细地回想着今晚的一切。虽然他的行动极为小心，但最终还是引起了许家的警觉，甚至与许家的高手许天龙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手。这次探访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信息，反而让他更加明白，许家的防备远比他想象中要严密。叶枫意识到，强大的自我始终是最可靠的后盾。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修炼，回到自己的隐秘修炼地。叶枫决定找丽娜仙女来检验自己的武功，来深入了解自己目前的实力水平，以及如何在未来的挑战中再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修为。两人在一片宽阔的空地上相对而立。叶枫深吸了一口气，全身的内力缓缓流转，目光坚定地锁定对面的丽娜。丽娜微微一笑，身形轻盈地在空地上移动，看似随意，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内功。来吧，叶枫，让我看看你这段时间的成果。丽娜的声音在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。交手开始，叶枫迅速发起攻击，他的每一招都更加精准有力。丽娜以柔克刚，巧妙地化解叶枫的攻势，同时也不时发动反击，让叶枫不得不全神贯注应对。在一番激烈的交手后，两人停了下来。叶枫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，他能清楚感觉到自己目前的实力与丽娜之间的差距。丽娜认真地对叶枫说：叶枫，你的进步很大，特别是在内力的运用和调控上，但你还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意境制动的原理。有时候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攻势的激烈，而是能在关键时刻以最小的力度产生最大的效果。接下来，我建议你进行更加深入的内功心法修炼，同时探索更多的实战应用，这对你掌握更高层次的武功会有很大帮助。丽娜又补充道：我知道有一位高人，他隐居在一个偏僻的山谷中，曾经是我的师叔，名叫白玄真。他的内功心法和武学境界远在常人之上。我相信，只要你诚心前去拜访，并展示出你的真心和潜力，他必定会收你为徒，传授你更高深的武艺。叶枫心中燃起一股新的希望。丽娜仙女，你知道白玄真的具体住处吗？丽娜微笑道：我曾在他隐居的地方见过几次，因此知道大概的方位。他住在云雾山的深处，那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幽静之地。这是通往那里的地图，你按照这条路线前行，便能找到他的住所。丽娜递过一张详细的地图，叶枫感激地接过。你的帮助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定会珍惜这次机会。叶枫带着满腔的期待告别了丽娜，准备启程前往云雾山。他期望不仅能突破自己的武学瓶颈，更能从白玄真那里汲取到深奥的武学智慧
叶枫经过艰苦的跋涉，终于来到了云雾山脚下。这里仿佛是世外桃源，四周云雾缭绕，景色宁静美丽。叶枫知道，白玄真就隐居在这座山中的某个地方，只是有一个人影从叶枫接近时就一直在观望着他。叶枫的功力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人影慢慢走近。渐渐的，一个身形瘦削但眼神异常锐利的老者出现在叶枫面前。当叶枫意识到那个人影时，他不禁感到惊讶和好奇。他知道，能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靠近对方的功力必然非常深厚。老者看着叶枫，微微一笑，开口说道：“小伙子，能在云雾山这样的地方行走自如，还能让我悄无声息地接近你，说明你已经有了不错的功底。”叶枫微微一愣，这位老者不仅功力深不可测，还透露出深邃的武学智慧。前辈，晚辈确实是来找一位名为白玄真的高人，不知前辈是否认识？我希望能拜访他，学习更高深的武功。老者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意外，随即笑道：“原来是来找白玄真的，那你可找对人了。不过，你觉得这个白玄真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说着，老者的目光深邃，仿佛能看透叶枫的内心。叶枫仔细观察着眼前的老者，心中隐约有了一种猜测，但还是谦虚地说：“晚辈不敢妄断，只是听说白玄真前辈是一位深不可测的武学高人，因此特来求教。”老者哈哈大笑：“小伙子，你还真是谦虚，去后山看看吧。如果你有缘，自然能得见白玄真。”叶枫有些困惑，却明白前辈必有深意，便一眼往后山的方向行去。来到后山，他看到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一名看起来大约14岁左右的少年正在那里嬉戏，手中拿着一只新折的柳枝，在空中随意地挥舞着。叶枫走上前去，用敬重的语气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见过白玄真前辈吗？我是特地来求教武艺的。”少年转过头，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微笑，眼神中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。“你找白玄真，为何要找一个老头子呢？”叶枫一时语塞，他没想到会从一个小童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语。“我听丽娜仙女的引荐，想要拜见白玄真前辈，学习更高深的内功心法和武学。”小童听完叶枫的话，突然间神情一正，又似乎变得更加认真。“丽娜仙女介绍的，但即使如此，也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见到白玄真前辈的。要想见到师祖，你必须先打过我。”叶枫不禁一愣，他倒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考验。他注意到小童的眼神中透露出几分玩心，但却丝毫不可小觑。叶枫轻笑一声，认为自己多年的武学修行应该不会败在一个孩童手上。看来这是前辈给我设下的一道门槛。好吧，我接受这个挑战。小童站定，举起手中的柳枝，脸上露出专注的表情。他身形突然变得异常灵动，仿佛随着天地之间的气息摆动。接着他一招凌空踏云手向叶枫攻来，柳枝划出的轨迹简单中带着变化，看似轻松，实则蕴含了深厚的武学理念。叶枫眼中金光一闪，他不敢大意，迅速展开自己的幻影步躲避攻势，同时反手一招阳光掌挥向小童。然而就在他的掌锋即将接触到小童时，小童如同青烟一般消散在原地，让叶枫的攻击落空。交手几招之后，叶枫然发现自己竟然奈何不了眼前的小童，每一次攻势似乎都被小童轻易化解，甚至有几次差点被对方反击命中。最终在小童一招游龙穿云下，叶枫完全失去了主动，被柳枝轻轻一点，身形一晃败下阵来。叶枫站定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低估了你，小兄弟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武功却如此高明。”小童放下手中柳枝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在武道上，年龄和外表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修为和领悟。叶枫，你虽然实力不凡，但对于武学的深层领悟似乎还有所缺失。不过你既然能来到这里，并且丽娜仙女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么你就留下来挑水洗衣做饭吧。小童的话让叶枫哑然失笑，他没料到在这段求道之旅中竟会有这样的转折，
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师傅对他的又一次考验。叶枫恭敬地回应：如果这样能够学到白玄真前辈的高深武学，那么挑水、洗衣、做饭又有何妨？晚辈愿意从做起这些杂事开始，希望能早日领悟到武学的真谛。小童的笑容变得更为灿烂，他点了点头，语气中透露出一丝赞赏。很好，叶枫，武学修炼不单是技艺的提升，更是心性的磨练。做这些日常琐事，可以帮助你修身养性，稳固你的内功，这本身就是领悟武学的一部分。正如小童所说，叶枫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，在日复一日简单却充满洗练的生活中，慢慢体会到了武学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。他发现，在平淡的工作中，不仅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健硕，他的内心也变得更加宁静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他对内功心法的领悟也日渐深入。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卓绝的修行，日常生活的融合，叶枫的武学修为日益精进。一日，小童找到叶枫，告诉他即将进行一次更为深层的考验。叶枫，你在日常生活的修行中表现优异，但武道的修炼不仅仅是内心的平静和身体的强健，还需要面对外界的各种挑战，证明你的实力和智慧。小童语气严肃，考验的内容是在林中设立的一个特别的挑战场，叶枫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通过多个由小童布置的关卡，每一关都考验着修行者的武技、智慧以及对武道的理解。叶枫对此表示感激，并接受了挑战。在挑战场中，他首先面对的是一系列机关陷阱，通过观察环境和运用轻功，巧妙地避开了陷阱。接着，他遇到了模拟对手，需要他运用所学的武技进行对抗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叶枫不断调整策略，最终成功的过关。但真正的挑战在最后，小童亲自出手，与叶枫进行对决。这次对决不仅是对叶枫武技的检验，更是对他心性和战略思维的考察。